谁啊？是我。快进来！阿女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不小心撞了一下。痛不痛啊？没事没事。啊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没事没事，我这刚才不小心啊，自己磕着一下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要紧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奥根先生联系不上你，说你的论文啊到现在都还没有交，说好昨天去他办公室，你又没有去，他让我通知你，让你有时间记得去找一下他。哎呀，我全都给忘了。Lucy， 我可能真的完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你先别着急，有什么事你可以跟我说啊，说不定我可以帮上你的忙。Lucy，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？你到底是怎么了？嗯？我把钱全都输光了，然后鹏哥过来找我，要我还钱。Lucy， 谢谢你。记得去找奥根先生。啊，爱妃，你叫我拿快递怎么那么沉，死沉死沉的？我倒是想一直替你去取稿费呢，你一直不给我这机会。行了，我下次不帮你拿了。看，你看，新同志稍微干点活就满腹怨言的，这样怎么成长进步啊？想当初我还不是成天给老同志端茶送水的。哎，我拿把刀去。哎，不能拆，这上面写着“林爱妃转秦老收”，这是秦老师的东西，冯一飞送的。都是自己人，怕什么？开！哎，别拆了吧，我拆啊！哇，橙子呀！嚯，这消毒胶的包装怎么装全橙的呀？来，赢一个，吃。哎，刀我用一下。是。还挺新鲜啊。这还吃上水果了？嗯，谁的？你的？你的啊？冯一飞送的。嗯。你们怎么拆了呀？你们拆了我怎么还回去啊？干嘛还回去啊？不就是点水果吗？吃呗。我没跟你开玩笑。哎，不是，你真急了呀？不就是个水果吗？这不是水果的事儿，关键他是冯一飞送的，他今天送过这个，明天送过那个，我收他东西就不对。啊，对，当然是不对啊，因为你没有把人家当做你自己的女朋友，所以呢，你收了人家的东西，肯定还心里不舒服嘛。那这样吧，你给我们一句话，人家这种心意，你接不接受？我不接受。我出钱，你们仨想办法，怎么把这东西原封不动的给人家还回去。
蓝医生，明天上午9点有您一台手术，15号床6号手术室。啊，好，知道了。喂，哪位？哦，王老师啊，您好，您好。啊，丰收跟同学打架了，哎呀，这孩子太淘气了。现在吗？你好，您找谁？我找王老师。好，请进。哎呀，宝乐妈妈，你消消气，请进。啊，王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又来晚了。哎呀，你可来了，你们快好好谈谈吧。对不起啊，大姐，让你久等了。我确实是久等了。啊，你瞧瞧，哎，你瞧瞧你们家孩子干的好事。这么严重啊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家孩子带了一群的小孩子，把我孩子摔成这个样子，你看看这。真是对不起啊，大姐，这所有费用我一定出。还有什么赔偿的话，你随时可以提出来的。这不是钱的事。福寿，你怎么搞的啊？我们在开飞机，我们不小心的，没起不来。行了，别跟我这儿演戏了。我听说你们孩子把我们孩子举起来，说什么开飞机，把我们家孩子呀就摔下来了，还说是他爸爸教的。哎，你看看，这当爸的怎么这么狠心啊？大姐，你冷静一下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平时呢，丰收在家呀，喜欢跟他爸爸玩开飞机。当时呢，是他爸爸把他举起来，但是我没想到有样学样，这孩子力气小，所以把他给摔下来了。真是对不起啊！妈，我们是在玩开飞机，丰收不是。闭嘴！这还了得？今天摔这个，明天摔那个的。我倒想见见这个爸爸，到底心有多狠。最近飞行任务完成的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呢，不能说没有问题，说到底还是默契问题啊。老耿、林爱飞、吴晓松在本职工作上完成的都非常好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转弯点的时候，这个在主观感受上，口令总是会慢那么一点点，慢半拍。那我们就要灵活调整，动作的时候可以适度调整，我们就快一点。这个一定要灵活，明白？明白。那么，秦朗，你跟谭副队长尽快联系一下，看电抗分队那边有没有要协同的。是。明天就是轰炸考核动员大会，大家务必着装整齐，准时到场。是。什么事儿？公事是封机长让我来问问你们有什么要。说私事儿。你看你小姑娘家的，刚毕业就被委以重任，当上了副队长。我觉得如果你要说干扰器的事儿，你就别提了，提了也没用。不是干扰器的事儿。那什么，你跟冯一飞，你俩是好闺蜜啊？直接说。是这样的，她那天过来吧，她把这个东西送给我了，但我当时是果断拒绝的。结果呢，她在马路边上，她突然哭起来了，我实在是没办法，我就缓兵之计，我跟她说行，那我先试用2天。这个东西我绝对没有打开，没有带过，现在就是想让你帮我把它还回去。你们两个的事儿我管不着。我这不是实在是没办法吗？你看啊，我跟他吧，就见过这么1、2面。
就退一万步说，即使是现在我跟他好了，这个东西我也不能说。为什么不能说？换你，如果你跟一个男孩刚见一两面，然后这男孩啪送你这么大个一钻戒，你要不要？啊，当然你可能会要，但是我不会。我当然不会要。这不就结了吗？今天他又给我快递了一箱水果，结果林爱妃他们几个没经过我同意就把那水果给拆了，给我气的呀。但好在我灵机一动，我补了几个进去，把它送给了冯亦菲该送的那个人。但这都是小事儿啊，不重要，我可以。现在关键是他着急。你好好珍惜吧，我还真的没有看过冯一菲对谁这么好过。我不是说冯亦菲她不好，是我感觉我俩吧不太对。你说两个人在一块儿吧，起码得聊得来。但是我跟他呢，我俩连聊什么都不知道，这太痛苦了。你还跟他没得聊？你在外面跟那些女孩接力似的聊天，你不知道跟一菲聊什么？哎呀，你又来了，这是一回事吗？你不会觉得我是个渣男吧？哎，打住！你是不是渣男我没兴趣，但你们俩的事儿我管不着。其他的事儿不用你管，就这事儿，你帮我还给他就行了，全仰仗您谭副队长了啊！谢谢。哎，别坐，不用送啊。哎，你别走。大家要把心思都用在如何挖掘现代装备的潜力上，用在研究老装备的新战法上。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非常具有挑战性。所以，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深入思考，精心研究，振奋精神，苦练精飞，以优异的成绩来展现我们轰炸空军团的训练成果和精神风貌，续写我们轰炸空军团的骄傲和辉煌，为实现强军目标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。我的话讲完了，谢谢大家。刚才政委讲得非常好啊，我完全同意。他刚才说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这次的考核跟以往的不一样。这次的考核预先设置了非常复杂的电磁环节。师领导已经明确指示了，在咱们团驻训的电抗分队，到时候会跟咱们一起参加训练和演习。咱们师那么多团，属咱们团的机型最老，对抗能力最弱，对吧？这我不说，大家都知道。啊，那么如何能在这种条件下，我们要做到起得来，啊，飞得到，还要炸得准？我希望每一个机组能利用考核前的这段时间，充分的做好军事民主，啊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嘛，一定要研究出切实可行的战术和战法。其目的只有一个，认真落实3个要过硬。啊，还有各个机关部门，啊，一定要做好联络，还有保障工作。我讲完了。肺属金，肾属水，补肾益肺，金水宝。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战区空军已经明确了，这次他们师里组织的轰炸考核，我们要作为考核的一个重要环节参与进去。大家伙看看，我们能做的工作都有哪些？我看他们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提供一个基本的战场电磁环境，这我觉得不难，释放干扰嘛，这本来就是咱们的行当。从目前的安排来看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轰炸靶场附近释放干扰。我觉得这是个小 case， 问题不大。谭副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这方面肯定是没问题的。
但我总觉得吧，咱们现在这个配合方式还相对于比较简单。我就在想，怎么能深一层的介入他们的实战考核，这样的话把我们双方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化。他们能有啥实力呀？他们那个飞机平台真是老掉牙了，我看他们自己对这个都没啥热情，都等着上面给他们换轰6K 呢。要想在这上面做文章，我觉得可能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内了。考核动员大会大家都参加了，离正式考核还1个月，这个时间好好利用。天上练，飞架次就要有1架次成果，在地上要学电子对抗这一块，很多问题咱们研究清楚，这2方面结合起来，是吧？咱们的战法研究才有依托。考核呢，对大家就是一个全面的检测，啊，也不要紧张，我相信咱们考个好成绩应该不在话下的啊。老耿啊，你是团里老同志，对团里还有飞机的情况都比较清楚，你给讲讲。哎，这个风机长说的嘛，都对啊，我没什么问题。就是咱们这个飞机啊，它不给电磁干扰这块吧，还凑合能用。真要给了电磁之后吧，就不是特别好使了。尤其是轰炸雷达这一块，这平常不给干扰吧，就看不大清楚；这一给干扰，就彻底瞎了。不过呢，也不用担心啊，只要他们给的这个电磁干扰差不多，头大了，主要还是看晴朗跟吴汉啊，我就给大家敲敲边鼓就可以了。老哥，你太谦虚了啊！你是老手，我们大家都要向你学习。我是觉得你刚刚说的特别有道理。咱们师的几个团，一个团已经换成了 K 型机，其他团的航电设备都换了。现在大家都不在一个起跑线上，怎么比呢？这个问题吧，我一直都在思考。这轰6吧，确实平台比较老，但是呢，它的性能还是比较好的，所以还有好几种的改型，表明它的可塑性很强。那正因为平台老，所以呢，我们才有机会在上面改造。如果都换了新的装备，还要我们干什么呀？对吧，刘队？那你有什么具体方案没有？这具体方案吧还没有，都是些想法。不过吧，我觉得还是要从部队的需求来出发，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找到突破口。我就想着吧，我去找风机长他们聊聊，看看他们的需求。既然没有想法，那我们就先干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吧。毕竟这是咱们的主责主业了，是不是？这个问题啊，师里自有他的考虑，你们不用过多担心。他们2个团主要的优势是远程投放制导弹药，咱们的优势凌空轰炸。这个谁优谁劣很难说，一个鹰拳一个蛇拳，那就看谁功夫大，还看咱们的训练水平。秦朗，你说说。那说实话，废话。我觉得即使是比凌空轰炸，我们的装备也还是跟人家比不了。人家相当于是拿了个步枪，我们也就顶多算是个鸟枪。对，那你这么说，咱就别比了呗？那当然不是，真打起仗来，不要说是鸟枪了，那就是给根棍子，你也得上。当年中国的抗日战争，好多士兵连枪都没有，拿一把大刀不也照样上战场？所以我觉得啊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考核，还算不上是实战，那怎么就能被吓跑了呢？什么意思？说谁呢你啊？谁吓谁还不一定，好吗？那行啊，那大家伙就动起来吧。可以啊，你今天啊打了鸡血。哎，我觉得是不是有必要跟欧阳志远说一下，这回比赛的第1名就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了？哎，良性竞争啊，良性竞争。你这个战前动员做得不错，可是你这弄得跟胡同约架似的，那不行。说正经的啊，说1000道1万，还是咱们要好好利用这1个月的时间。我的意思就不要乱跑了，啊，那个电子游戏就少打一点吧。喂，风雷，你能回来一趟吗？什么事儿？
老方，都有事啊？怎么不进去啊？啊，我本来有点事儿，现在一想，好像没了。哎，一飞，啊，有个事儿请你帮忙。今天呀，就原谅孩子了。不过呀，下次，哎，别有下次了。是，您教育的是，我们一定好好教育孩子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还是这闺娘懂事理。谢谢您。走了。嗯，好嘞，您慢走啊。事情就这样解决了。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都是小事儿。兰姐，我公司还有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行，麻烦你了啊。是。小雨哥，你交代的事儿我都办妥了。不过你可得记得，秦朗要是跑了，我可得唯你是问啊。谢谢你啊，一飞，放心吧，秦朗肯定跑不了。一言为定啊。4号，测下偏流。偏流正5度。9号地标看到了没有？还没有。看到了，9号地标。右5度。右5度，30秒之后进入轰炸航路起点。明白。地标确定了没有？没问题，就是9号地标。再仔细确定，起点确定不了，后面很难修正。确定。有云，4号雷达搜索目标。正在看。看到目标了吗？没有。不应该啊。看到了，左10度。明白，左10度。动作利索点儿。右5度。怎么搞的？还是没对正啊？偏左，偏左。你怎么算的航向啊？刚才不是有云吗？左3度。交操纵。加操纵。目标没压住。来不及了。你冲我瞪什么眼啊？大白天的连个目标都看不准，没往底下那俩窟窿眼出气儿用的。我不是跟你说了有云吗？而且今天的石子比原来的小1半。对靶心来说有大小区别吗？就说你自己投不准不就完了吗？我是发现晚了，那你是怎么修正的？航向都修不准，修正量1秒钟3遍，你心里有没有数啊？我是第1武控员，我让你怎么修正，你就应该怎么修正，修正慢那是你的问题。跟你打游戏一样，还想王者呢，猪队友。你才是猪队友。你不是猪队友，谁是猪队友？你呀！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吗？
投弹不准，这是全机组的事。你们俩是猪，这机组什么？一窝猪啊！我是什么？猪头吗？骂谁呢？骂谁呢？去！你敢给我扔地上？你敢给我扔地上？你敢给我扔地上？啊！不是个玩意儿！你给我那边去！你给我上！他妈，我打死你！你们也给我滚回去！10分钟以后开会，我看你们敢迟到1分钟，还走跑不？风雷机组照相轰炸3次，距离靶心50到80米，成绩第6。今天的轰炸，赵立勇机组表现最好，基本都在靶心，剩下的机组用4个字形容：惨不忍睹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最基础的昼间光学轰炸，现场条件那么好，靶场能见度那么高，你们给我打成这个样子。今天还没给你们带电磁，要带上电磁呢？啊，现场条件如果再差一点呢？你们打什么样子？还能干吗？我跟你们说过很多次，是吧？每一次训练，就要像真正上战场一样，你思想这根弦要绷起来。很多同志就是啊，思想上就不重视。你思想上不重视，团队怎么能配合得好？我告诉你们，功勋团不要这样的成绩。人，点3。走，吃饭去。陈朗，不错呀，第6名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你改装机长以来最好的一次成绩了吧？恭喜你啊！第6怎么了？不就是照个相吗？那照相都不行的话，投实弹不是更完蛋？投实弹看看啊！我最喜欢的呢就是你这张嘴了，本事不大，口气不小。你要是真有本事的话，就飞个第1我看看呀。你觉得我有什么可证明给你看的呀？秦朗，自己没飞好，说什么说？秦朗，秦朗，来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怎么了？挨批了呀？哼，我看你就是天天盼着我挨批。不至于吧？就3天判1次。哎，冯机长呢？我不知道。哦，啊，我把那个手表已经寄给一飞了，他也收到了。行，谢谢啊。但是他不是很高兴。他高不高兴的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其实一飞他把对你……行了，也别在这跟我提什么一飞了，烦着呢。不会是因为风机长吧？我听别人说吧，你们俩不是很对付，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谁天天在背后嚼舌根呢？我跟他没什么误会，就是观念不合。其实吧，人家风机长每次来找我的时候，都从来没有说过你坏话。我觉得他人还是挺好的。不用替他说话。从楚阳到江城，我太了解他是什么人了。哎，你不是要找他们吗？快去吧，让我一个人烦一会儿。你一个人烦吗你？哼，不是哥俩好吗？
不是2个人穿一条裤子的交情吗？怎么变成开裆裤了？丢人！大厅机凭什么？那么多人看着，你猪我猪的，你们自己知道就好。怕别人说闲话是吧？平时把功夫练扎实啊，让人自己把嘴闭上啊，那叫本事。我觉得挺好，没飞好，非常好。让咱们机组自己知道一下，你们有没有平时自我感觉的那么良好啊？有那么高水平吗？结果证明，你们平时夸夸其谈的那些东西，都是在吹牛，吹大牛。这么简单的一个考核，照相轰炸算什么？弄成这个样啊，证明你们的心态、你们的手有多么的不稳定。还没事就跟我这实战，首战用我，谁敢用你？行，别废话，从今天开始，每周至少3天，在这集体学习。谁的手机？期望，你还能记得什么？搞什么呀？真讨厌！喂，小雅，是我。行了，我要说就这么多，还有什么补充意见？你看看，这时候都会装哑巴了。我先去大队部开会啊，今天晚上就开始，7点半新闻联播完了，准时在这开会。我看谁敢跟我迟到。哎呀，他肯定是有任务，他们最近任务还挺重的，而且如果遇到飞行了的话，提前的准备工作还有很多呢。哎，那你说他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啊？哎呀，你别多想，他肯定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的。那好吧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去找你。行吧，那你来找我，去大门口，我现在去接你。嗯，拜。好，拜拜。手机，好，谢谢。老耿，哎，哦，好，谢谢。爱妃，笑。哎，新郎，哎呀，刚才是故意不把手机放柜子里的，对不对啊？真的忘了？忘了？蒙谁？哎呀，别说了，天天这八卦。行了，我去写2笔了啊。好嘞。老耿，哎呀，有事儿？那个，我想跟你了解一下啊，就是刚刚在屋里我都没好意思问你，你得帮我出个主意，帮我分析一下。你也看到了啊，这次这个飞行飞得一塌糊涂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帮我说说，我这考核怎么弄？你说你问我这个老三篇，我说了吧，你也不一定听。考核的事儿，你还是问副机长吧。啊，哎，不是啊，老刑警你最清楚了，你得帮我们说一说。我主要是觉得呀，这个瞄准距数据啊，老是定不好。这我计算出来的增高和这显示的增高还是有误差的，而且还得人工定增高，这个帧数也是啊。所以啊，我现在担心的是，如果这个飞速不稳定的话，那就更麻烦了嘛。你说的这些吧，都是老问题。这怎么说呢？消除误差的确是我们第一武控，它对于飞机的一个这个熟悉程度和经验，我们也反映过很多次了。后来呢，上面说给我们加一个 HTD。HTD， 那是什么呀？这 HTD 怎么说呢？它就是一个投弹的辅助系统。我听用过的人说啊，数据出来呢，的确挺快的啊，当然，前提是在正常情况之下啊。
第一大队有过，然后呢，后来就没用过。哎，那你跟我说说，如果要接这个 HTD 的话，去哪儿接呀？哎呦，这 HTD， 说呀，谁呀？还能谁啊？钟敏呗。啊，我丈母娘身体不好，她说要接过来住一段时间，我这天天都不敢回家了。这不是挺好的？你理解一下。好什么呀？你是没看我丈母娘什么样？天天唠叨，你脑仁都疼。我跟你说，我被她唠叨的1分钟之前的事我都想不起来。哎，你刚刚说什么了？啊，你在说那个 HTD 去哪里接？HTD 有麻烦。接吧接吧。对，有钱走了。喂。HTD。不再打个电话呀？我才不打。这个点儿，你要是再不打电话，他们可去食堂了。喂，我刚开会呢。首先是保密，其次就是说了你也听不明白。你到团里了？我不接，谁呀？谭维雅。你怎么跟冯一飞在一块儿呢？到楼下了。冯一飞要来找我。冯一飞，让他来呗，我们都没见过人家，对吧？这样，你们先收拾宿舍，我赶紧接人。哎，你去什么？你怎么那么大反应啊？哎，他来找你干嘛呀？我还知道。所以上个月情况呢，基本就这样了。我现在感觉呀，对他们的力度还不够。能不能请组织上就把这个人员管理、计划安排的这些权限啊，尽量能多放给我一些。老凤，严格要求没问题，但是我担心你上了强度，万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，反而把他们压垮了怎么办？啊，这个不会。我一定是以爱护为第一原则，就是如果呢再不给他们加码，我这机组我觉得都快变成幼儿园了。老冯啊，你该加码的加码，该收拾的收拾，我们呀全力支持你。好，二位领导有这话我就踏实了，你们一定放心。来，二位美女，里边请。这就是我们的宿舍，前面是我们休闲娱乐的地方，还有平时开会。哎，他们来了。哎，你别坐着了，美女都来了，赶紧欢迎欢迎啊！来，请坐，请坐。一飞坐吧。谢谢。你坐啊。坐啊。哎，你们平时不是挺能耐的吗？怎么见到人不说话了？有吗？哪有？你们都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怪不好意思的。怎么样？我早就说吧，冯一飞的颜值配得上1000个亲了啊！是吧？你要是不会说话就别说了。你会说话，你多说点儿。你是我见过第一个这么会说话的空中飞行员，是吧？不过一飞啊，严格来说呢，我不是飞行员，我只能算是飞行人员。秦朗啊，才是正儿八经的飞行员呢。飞行员跟飞行人员有什么区别吗？空军飞行员指的是驾驶飞机的飞行员，那飞行人员就很多了，比如说空中通讯员啊，或者是空中射击员啊，和负责领航的5空员。小姐完了，我看你今天来也没什么正事儿，这到吃饭点了，我赶紧吃饭走了。走什么？你坐着，行，坐着来。又没什么正事儿吗？干嘛呀？坐一会儿，坐一会儿。我请你们吃饭。哎呦，你歇歇吧，今天晚上大家伙都有事儿，没人能陪你去吃饭。
老雅，你把他领进来算怎么回事啊？行，赖我头上，那我走。不是，别，都去都去，耽误正事儿。不是，一顿饭你至于吗？老这么端着，你不累啊？总是望着天空的模样，那是我心动的地方。望云卷，望云舒，望你风中起舞，雨中翱翔。总是望着